在我们现在功能医学来讲哈，其实排毒方法有很多。其实我认为最方便、最强的一个排毒疗法就是。今天再一次邀请到就是我们基因营养功能医学专家刘伯伦医师，医师你好。陈好，教练好，大家好。是，到底有哪一些我们常见的环境毒素呢？第一个，大家一定听过塑化剂。塑化剂来讲，在很多塑料制品或者我们在有些它一个香氛啊等等会有，这等会不会提到？香氛哦，会有可能有塑化剂哈。第二个就是大家可能很陌生，叫做多氟烷基物质，但是我如果讲个铁氟龙，大家都听懂了，它是一个含氟一种化合物，它是用隔水的材质哈，所以很多地方都用到这个东西哈。第三个大家应该很熟悉重金属，像我们经常帮病人测汞啦、铬啦、铅啦、砷，其实还是不乏有案例增加的这个机会哈。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大概3个比较会去谈到的环境毒素。是，那如果说有这种环境毒素累积，那最严重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这里个不同的环境物质，它造成身体影响不太一样哈。你比如说重金属，它会影响到神经系统，譬如说汞。我以前有个案例，他在国外，他去买了一个，就是他自己听别人讲是养生的一个药材，黑黑的，他大概吃1个月。他常走路不能走，1个月而已。对，一个人走路不能走哈。后来他说奇怪，他也觉得他讲话都怪怪的，把他送回台湾到毒物中心检测，他的汞血中的汞是高到一般正常值的25倍，哇，非常的汞中毒，所以他的脑神经开始受到认知功能退化。那当然医院紧急用一些螯合疗法帮他把这个汞排掉哈，但是后遗症很多，所以我觉得毒素还是很重要，大家要有认识啦。医师刚好提到塑化剂，其实塑化剂我们常听到嘛，那我们要怎么降低塑化剂对我们人体的一个危害？第一个就是说减少这个塑胶容器微波加热，可能很多人还是不太了解。我到一个阿桑有一个太太，她女儿带她来的，她就认知功能退化。她后来跟我讲个事情，我也觉得很 surprise。她说妈妈去菜市场，她说每天买了个炒米粉塑料袋装回家，那算了哦。他说放在餐桌上，中午呢再把塑料袋连炒面放在电锅再蒸连塑料袋都懒得拆哦。没错，我听了我都吓一跳。那现在妈妈就有点快失智了那我一测她塑化剂浓度非常高，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哈，因为有些人还不太清楚哈，所以尽量减少塑料容器去微波加热是那第二来讲，就我们讲瓶装饮料和改用这个塑胶瓶装饮料。瓶装水来讲，很多的研究告诉我们，它里面很多的塑化微粒。那有人说塑化微粒不见得等于塑化剂，其实我讲哈，你身体如果摄取太多的塑化微粒在身体里面去，它会慢慢的溶解出塑化剂所以都是有相关性的哈。所以尽量用一些像玻璃或者不锈钢这个保温瓶，就最安全的哈。第三个就是你如果假设你会看的话，你就选那种叫 BB free 或者 phthalate free， 就是一个不含塑化剂这些。BPA 就是双酚 A 嘛。好，那个 phthalate 就是我们讲这个联苯二甲酸2乙酯，就是我刚刚讲的塑化剂的东西。它讲 free 就是没有这东西的，你就要选，你要会去选这个产品。好，当然成分越单纯越好，不要什么香精防腐剂、个人清洁用品。这个来讲有一个原则了哈，香味越持久的东西就要特别要小心因为越香的东西越持久，它定香剂加得很重，是这个东西问题会比较多了真的有可能可以排出塑化剂吗？绝对有哈。其实我刚前面讲塑化剂跟重金属还有多氟烷基物质其实最好排的就是塑化剂因为塑化剂来讲在身体的半衰期很短，你只要好好运用一些方法就可以排掉塑化剂。这边我举几个例子食物，你既然吃了很多食物但是我如果加强肝脏解毒你的排毒非常快，像这几个十字花科蔬菜羽甘蓝，这大家知道。这边有很多我们讲究一硫氰酸盐这个可以加速肝脏的排毒。大蒜、洋葱很特别，它里面就含硫化合物那还有胡皮素，它对肝脏的解毒是有帮助的另外蓝莓、覆盆子这里面有很多的花青素，还有像柠檬、柑橘类里面的多酚都是有帮助排毒的另外姜黄、绿茶跟姜这里面来讲如果像喝茶叶来讲，它会促进我们肝脏解毒那姜跟我们姜黄来讲，它不管姜黄素，它也会启动抗发炎的机制来帮助排毒豆类跟这个藜麦，我们讲豆类有很好的蛋白质，我一直强调说要解毒要有足够的氨基酸蛋白质，所以呢让我们在豆类制品里面它的氨基酸是不错的。那另外来讲藜麦来讲有人开玩笑太空的食物，它里面有很好的纤维，很多微量元素，这个纤维来讲可以吸附一些毒素，从肠道帮助排毒。所以假设你喝点豆浆啦，吃点豆腐啦，或者你的煮饭里面有些藜麦来讲，对排毒也是有帮助另外呢，我们在启动在这个排毒来讲，像酪梨橄榄油 Omega 3脂肪酸，还有里面的这个 Omega 9，对我们启动抗发炎帮助排毒也是有帮助的另外像小黄瓜、西瓜这来讲，它的纤维水分高，里面有一些茄红素，它对我们的这个肝脏排毒也是帮助这些都属于比较天然的食材但不要忘记这个食材来讲要多喝水，那也可以帮助排毒。但我要特别强调量的问题量的问题吗？因为我真的碰到一个阿姨她说听过我在这边节目谈到十字花出来可以排塑化剂，黄汁对，她吃到肠阻塞很猛对我觉得很夸张。所以我特别强调说，刘医师我们常讲健康食物，不是说哇那我无限上纲，他怎么吃他一天譬如说我说1碗的蔬菜对不对，一天可以吃2到3碗，他一天可以吃到6碗的花椰菜然后吃到最后肠阻塞，他真的很想健康，他很想排毒排到最后所以呢应该这样讲，如果肠胃功能不好，比如说你胀气，那你就是有洋葱当然要小心一点这个都是要看看自己的这种体质啦
团队最近给哲青看了一个数字，我觉得相当的惊人哦，超过70%的你其实还没有按订阅。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欢我们节目的话，现在我们来按下订阅吧。按下订阅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但对整个下班经济学团队来说，有你的支持跟订阅是这个节目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关键。对，在新书里面呢，这个医师还有介绍一个莓果奇亚籽的排毒豆奶，它的做法很简单嘛。其实你把那个奇亚籽哈，它本来就是纤维，那你把它就放在我们豆浆或者说燕麦里边哈，就发泡，放在这冰箱6到8个小时，你隔天早上拿出来。你再加点风味，加点坚果啦，加点蓝莓啦，加点香蕉薄片啦，弄这样喝下去。这里面来讲，它可以在肠胃道有2个作用。第一个，它可以增加肠道里边的好菌的食物，肠子健康好，排毒就好。排毒最大器官是肝脏，肝脏的前线是肠子。你让肠子健康，纤维够，那你的健康就排毒比较好。这比较简单的一个饮品啦，参考看看。那医生，我们除了吃还能做什么？有没有什么最强的一个排毒方式？不要忘记了流汗。你知道有一个患者来找我，他说很苦恼，他连不动都流汗，我就跟他开玩笑。那也不错，你随时可以排毒。他笑半天，刘医师你真会安慰人哈，因为排汗就是很好的排毒方式。在国外研究发现，人排出汗去收集哈，它在汗液里面可以测到微量的重金属跟微量塑化剂。也就是说，你可以透过排汗的方式，不是光排尿排汗就可以排毒。所以排汗的效果比排尿还要好当然排尿是大量的排汗来讲，可以把表皮层在皮下脂肪的毒素排得比较快一点点。那有人用桑拿就是干式高温，那温度比较高，但这个包括蒸汽浴都是逼你发汗。那另外呢，有人是用什么远红外线排汗舱，那有人是光泡脚，你反正可以，你只要发汗的方式然后你把汗逼出来，都是很好的这种排毒的方式。是，就气炸锅啦，用吹啦，然后呢那个保温的啦，对啊。可是如果说这样大量出汗的方法，有没有什么禁忌或者应该注意的？要小心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假设你是心血管疾病风险高的人比如说假设你有心脏衰竭，你有高血压控制不好，你发汗的方式太过头的话，有的时候你血压会变化太大，要小心。你为了好就反而产生坏处。第二个来讲小孩子跟孕妇在发汗这种过程当中，有时候怕你的营养会电解质不平衡。第三个来讲我们老人家很虚弱的常常吃的很少，已经电解质钠钾太低了，以后逼他去发汗，发到最后电解质钠排得更快，会晕倒。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人去泡3温暖，有没有偶尔听到人家说晕倒了？对，除了心脏问题以外，电解质不平衡是很大的问题。所以用这个方式来讲，确保你是营养是充足，而且确保随时补充水分，就比较安全。医师有一个可怕的毒素叫做永远的化学物质，那这个又是什么呢？它为什么叫做永远的化学物质？你知道我刚谈塑化剂说它的半衰期其实就是什么样，在身体留存的时间，它排泄的时间。塑化剂常常是几个小时、几天就排掉了。重金属也是很慢，但是这个批发来讲，它在身体伴在一起，动辄10年，它不容易排掉，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有人开玩笑，永远的化学物质。如果假设你这种毒太多的话，第一个它会干扰甲状腺功能，很容易有甲状腺功能异常。第二来讲，现在研究发现，很多自体免疫疾病病人这种批发物质太高，也会导致这个问题。第三还有癌症。那目前研究发现，尤其是泌尿系统癌，像肾癌跟我们讲这个输尿管癌。我就有一位男士来找我，他因为同时罹患2种癌，就是肾脏癌跟输尿管癌。那他本身在外经商，他在外面吃后来他生病来找我，我帮他验他批FR物质就是这种多氟胺就很高，是标准值大概15倍，这个确实导致泌尿上皮跟肾脏癌。对，所以你要如何避开这边第一个，那就如果说不要用使用铁氟龙的话，就尽量使用不锈钢跟铸铁的锅具嘛。虽然保养很麻烦又很重，但是大家忍耐一下。对，第二个我觉得非常压抑，真的少吃微波的爆米花跟快餐。为什么呢？你知道那个我们放爆米花这种的食材的表面有一层涂层那个就防油防水的那个就里面有少量的 PFAS 在里面，那个就里面就有了。对，所以呢，假设你常去这种属于外食的这个餐具里面，那个层薄薄的膜常常就有 PFAS 如果假设你有东西拿去快餐去微波炉什么东西，其实它里面的溶处会容量更高。是但是我不是说你先看个电影吃一个爆米花就完蛋，不是的意思。就大家可能要特别小心，不能频率太高了。这个很小心。是这个化妆品也是很难呢。有些化妆品的材质，它为了来防水，它隔嘛，对不对？你才不会落妆和掉妆。所以隔离霜跟防晒的呢？那是2个问题。那我先讲，因为如果它有加这个所谓批发物质来讲，它的化妆品涂在脸上的时候，它在有水界面，它流汗不容易流掉，就是让你皮肤能够保持你上妆的样子比较久。有时候真的有时候要特别注意，可能有多氟胺基物质。至于说哲你刚刚讲的譬如说像防晒乳等等我们讲防晒乳啦，香水或者是沐浴乳，它里面有另外一种物质叫2苯酮3，那是另外一物质。当然2苯酮3我们认为目前来讲不像刚刚讲双酚 A 其他的塑化剂那么严重，但是它是一种阻光剂，久而久之现在对乳房跟肺部也是刺激。所以这拉回来我们看就是要可能在化妆品还是要跟化妆业者讨论看有没有这方面的。那另外来讲就是过滤批发物质，因为我们很多水源来讲是有这个大家要看个人选择。再来避免穿戴来路不明的
防泼水的这种衣物，这很多对，没错，因为防泼水，我刚讲嘛，这种批发的物质，它就是有水隔离，它会让你的水不容易去渗进去，所以在食品或者在衣服来讲，它防泼水是常用的。是，所以如果假设是买很好的衣服，他跟你讲说这个防泼水的你跟厂商问一下你这个里面这个像批发的有没有含太多，或者最好不要有含批发的这东西这个比较安全一点点虽然我说食物来讲要排这个批发这个不容易排，但是呢有些鱼油啦、姜黄啦、水飞气或者说硫辛酸这几个是要在我们功能医学诊所去才能排。有的时候我们会为了排它的批发物质会用打针的方式，但我们希望大家先从源头多注意一下。看一下，其实刚刚有提到另外一个也很重要，就是重金属。如何避免重金属？第一个就是减少吃大型的海鱼。一共来讲，如果你常吃大型的鱼，像尾鱼啦、鲨鱼都有可能，请改吃这个所谓鲑鱼、青鱼、鞘，所以安全的，放心是安全的那当然就是有时候滤水滤水信用合法，它有时候会把一个重金属会过滤掉。那另外来讲就是说，有人口红含铅过高的，所以有些化妆品的原料可能要跟这个业者讨论看看一些重金属来源那另外来讲，我要特别提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国人吃中药，我觉得吃中药，我是觉得你得找合格中医师调科这种一般都没问题。我最担心的是我们这些民众去买来路不明的中药，是不是那种就是听广播电台对，没有经过科学检验的那个，有时候会中标。所以我就说，我们国人如果觉得大家吃中药，请找合格中医师开一些科学中药，这比较安全一点点那当然，另外我们讲一样，就从这个蔬菜、蔬果方面，不管是 C 啊、E 啊、锌或硒这个元素，或是绿茶，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排毒都是跟这有关系的？对呀。这些东西可以加强肝脏排毒解毒这个效果。那我刚谈到了，就是运动流汗，就运动流汗是好处太多了。对，大家不要嫌麻烦。那膳食纤维益生菌这个很妙，因为我们假设膳食纤维足够的时候，它的肠道里边会吸收很多毒素。所以我们为什么常鼓励多吃这个膳食纤维蔬菜，不是光增加它的肠道好菌，而是它的可以吸附毒素，不是光胆固醇，它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所以很多人控糖，我说你先多吃蔬菜，血糖上升就减缓了。那另外毒素的吸附是有帮助的。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是。那我们居家还有哪些潜在的毒物来源呢？那这边来讲，像甲醛，就很多家具、地板、粘着剂跟壁纸，现在都很多的一个环保方面的这个材质可以注意一下。另外来讲，油漆、万能胶、汽车废话气体，你知道很多的住透天，他们把车子直接停到1楼进去，门关起来，启动就开始这个很毒的。他说我要发动车子，反正我们这个还没打开，就一直里边才开始这个发动，它里面很多的挥发气体全部跑出来，全家洗那个是很风险高的，要特别注意一下第三，我特别强调，可能大家开始注意的东西叫做霉菌。霉菌来讲，最有名是黄曲毒素。我们常讲说，如果假如吃到花生粉、花生酱，如果有黄曲毒素污染，那就跟肝癌是有关系的。那比如说咖啡豆保存不当，跟这曲毒素。那这边的是指在不管是空调滤网或者家里壁癌有渗水的地方，这些毒素你看不到。这些霉菌它包着为空气飘。我曾经有一个孩子，他就是一个这个病人的孩子，他一直过敏。有一次我们家没养狗，没有养猫，你讲的尘螨我都尽量弄干净了。我就问他说：“你们家有没有壁癌？”有个地方有壁癌，我说你去赶快把壁癌处理一下。他后来很妙，他回去就把那太小先请出去，他们在讲把那个墙壁彻底清干净，涂上一个环保无毒漆，然后彻底处理完之后呢，他那小孩子过3年之后开始过敏气喘没再发作了。所以这个霉菌毒素是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的东西那另外讲塑化剂跟阻燃剂，我们刚才谈到塑化剂很多阻燃剂我特别讲一下，我们很多电线外壳都有阻燃剂。当这个电线来讲，你是开的时候它是导电，它外面阻燃剂会慢慢的这个会释放出来，这个在经过空气中也是一种毒素。这个你没办法阻止因为电器用品就会用所以你可能要常常看你的任何的线路。老旧的话，你有可能换一下，因为它如果一直开的热的时候，它有时阻燃剂它会来释放出来另外来讲，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争议性很大的香氛蜡烛和芳香剂有一种叫做芳香疗法，叫 aromatherapy， 我们知道是精油芳香疗法。我觉得那个是用天然的精油是 OK， 但是如果它里边用定香剂，而让它的香味持久的话，邻苯二甲2乙酯这个高，其实长久吸进去会有问题。所以如果假如你用这个东西来讲，你跟厂商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塑化剂的可能，注意一下。是，所以呢，这最后面呢，还是要叮咛一下，要怎么样来避免居家常见的这些潜在毒物。其实刚刚医师已经嘱咐了非常多了嘛。我觉得这定期清洁空调滤网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就久久的发现之后，里面竟然会发霉。对，这个要小心。空气清净机或者说我们讲冷气的滤网，对，甚至说全热交换，有没有那个滤网都要去换。有时候你不会换了，可能要请这些专门清洗的公司来固定帮你2年1年就做个清洗。因为住在家里边，结果滤网里边都是霉菌，都是一些不好的物质。你一开就开始循环，你就开始打喷流鼻水，结果说奇怪，
我这个弄得很干净，为什么开空调开始打没有雨水？就是它里面的滤网的毒素，对，要小心一点。是，然后接下来看到使用天然植物清洁剂，包括小苏打、柠檬酸跟醋。那这一点的话，是包括居家的清洁，甚至是洗澡吗？是，对。一般来讲，我们就用的很多的清洁剂。好，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漂白水。那漂白水有时候我们在很多地方漂白很好用，对不对？那漂白水是非常强的这种氧化物质，你吸入会太多会刺激呼吸道。所以在一般使用清洁剂来讲，你在打扫的时候呢，你尽量把这个，譬如说窗户打开，让它能够通风，否则清洁剂残留一些挥发物质叫 VOC， 这个来讲也会对呼吸道身体会敏感刺激的。是，我们的图里面放了一个，就是我想问的，因为其实很多人会在家里点线香，对，没错。那这些线香，你看很多人讲说它就是天然的植物做的，也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危害吗？在台湾像肺腺癌增加。我们认为跟 PM2.5 有关系。对，其实点的线香跟香一样，好，你先不管它这个里面的物质来讲，它就是个悬浮微粒。这种悬浮微粒来讲，不管是 PM2.5、PM1.0，它到肺里面去到肺泡，它对肺周遭的组织还是会刺激。所以一般来讲，因为尤其我还宗教习俗嘛，好像我自己妈妈拜拜，我也不会去反对她，但是她就听我的建议，她只要烧香，前面后面窗户一定打开，让风透过去，千万不要关着窗户里面烧这个香，可能还要让通风成为一个最好的一个清洁环境的方法，或者是。你在用的话，空气清净机开一开啊。当你在点那个线香或者在烧香的时候，你开空气机，你看那个东西很累，代表说悬浮微粒太多了，对，更要注意一下。对，因为其实今天医师跟我们分享，也给我们卫教了很多生活中会遇到的环境，没错，长知识了。更多的知识就在这里。对，医师的新书《平衡免疫》然后终结慢性发炎。实际上呢，就我们生活中就不知不觉，不管怎么样，好像没有办法避免，对，但是怎么样有效的去预防，要甚至于就是排出这些毒物那最后面医师有什么样的叮咛呢？我觉得什么疾病都是从一个源头开始。如果大家从源头开始注意身体不要让任何毒素入侵。虽然有人说很困难，但是呢，我跟大家讲，从食衣住行多注意，每天注意一点点，你长期累积下来，保健的这个能量，你的健康存折又增加比较多。是，先这个吸收到很多重要的知识。对，再次谢谢院长，谢谢你，谢谢。